本应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购物中心，如今却空空荡荡。冰冷的地面上横卧着一具具尸体，遇难者的手机还在滴滴作响。一名女警面无表情从尸体间隙穿过，一场无差别杀戮刚刚结束。枪声仿佛还在耳旁回荡，是什么仇恨与愤怒让凶手如此残忍？怎样的家庭与社会造就了如此暴虐的恶魔？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给大家带来达米安的新片《恶世之子》。故事开始于1年1度的跨年夜，城市里的人们举行着狂欢聚会，到处洋溢着欢乐和喜悦。女警艾莉诺进入一家报警的餐厅，店员要求她帮助赶走一个老妇人。艾莉诺看出眼前这个无处可去的老妇人只是想待在这个干净温暖的地方过年，而且她还点了份吃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可店主不依不饶，认为她做太久了，影响了生意。这时新年焰火在空中绽放，一场屠杀也紧随而至。枪声随着焰火声响起，生命在烟花的绽放中消逝，一个接一个。对讲机传来紧急命令，艾莉诺得放下手头的案子赶过去。她警告店员不许赶走这个老人，说罢冲出餐厅。艾莉诺赶到案发现场，这是一个充满悲伤的空间。昏暗的房间里回荡着一个母亲正在经历丧子之痛的啼哭，子弹是从窗外射进来的。艾莉诺马上关闭了屋内的灯，探员用检测仪标记出子弹的方向。当无数条线指向一栋大楼的同一个房间时，一声巨响，那个房间突然爆炸了。艾莉诺奔向那栋大楼，爆炸后的窗口燃起了熊熊的大火，楼里的住户纷纷夺路而逃，嫌犯也可能混在人群中。艾莉诺冷静地提议用手机尽可能录下逃生的人，方便事后排查嫌疑人。爆炸的房间位于大楼的17层，艾莉诺跟着消防队爬上了17层，楼道里充满了烟尘，呛得人呼吸困难。房间的明火被扑灭，已经炸烂的窗口视野开阔，透出城市的绚烂灯光。吸入大量烟尘的艾莉诺扑到窗边，大口地呼吸着外面的空气。可一瞬间，她如同坠落大楼一般晕倒在地。一个探员把自己的防毒面具给了她，并为她叫来了急救医生。一个 FBI 长官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工作，突然天空再次绽放了烟花，烟花的爆炸声把刚刚经历了爆炸的众人吓了一跳，直到漫天的闪光才有人爆出咒骂声。当大家恢复状态，艾莉诺注意到厕所的马桶，那是这个房间里唯一完整的东西。马可注意到女警，也注意到女警看着的马桶。他惊讶这个其貌不扬的低阶巡警能注意到这个，他一边安排人把马桶拆回去检查，一边不客气地呵斥这里并不是医院。艾莉诺识趣地摘下氧气罩离开了。被炸毁的是一间闲置的公寓，房东装修以后一直挂牌等待出售，门锁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凶手有备用钥匙。由于死人太多，影响太大，所以 FBI 插手了这个案子。带头人就是兰马克，他在办公室通报案情，提示大家凶手在新年夜枪杀了29个人，弹无虚发，现场没有指纹、弹壳，甚至没留下一根头发，清理得干干净净，说明凶手准备充分，而且不想被抓住。鉴于没有任何组织发表声明，基本可以排除是恐怖分子所为。We're gonna disappoint him. 休息室里，上司一脸不屑地认为马克就是一个小人得志，这个凶手就是天生的恶魔。艾莉诺不同意，他认为恶魔会因为好奇而割下鸟的翅膀，但是这个凶手是在打蚊子，也就是说他在报复。这番讨论被过来续杯的马克听了个正着。马克迫不及待地询问艾莉诺为何形容凶手是在打蚊子。艾莉诺说他认为凶手这么做是在宣泄痛苦。当马克问他为什么时，
艾莉诺说不出原因，也许是女性的直觉，也许是感同身受。凶杀案在网络上引起了论战，有人认为是枪支泛滥，有人认为是恐怖袭击，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立场借此事吵得沸沸扬扬。艾莉诺回到家，这间简陋的房间就像她的内心世界的写照，没有什么乐趣，清心寡欲，只有那只小猫是她心底潜藏的柔软，而游泳池就像她身处的世界，要拼命用尽力气划水才不会沉下去。但有时来自内心深处的疲惫让她真的很想放弃，让生命随波逐流。清晨的电话把她吵醒，马可要见她，这让艾莉诺迅速起床赶了过去。他赶到时，马可正在和州长秘书争论，双方意见不合。当那人走后，马可把搭档杰克介绍给了艾莉诺，并告诉艾莉诺他被选中作为自己的联络员，负责汇总整理警方的资料。这对艾莉诺来说是个机会，一个摆脱基层巡警的机会。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在第一次会议中，艾莉诺就发现会桌上有反恐部门的人，有政府的人，还有其他各部门的人。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有事儿都想让别人顶包，有好处都想自己抢功。除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外，唯一有价值的信息是凶手使用的是一把越战时期老式 M21 军用的狙击步枪，老到甚至还没有数据库存档的时代，所以要排查那些海量的枪支，甚至包括被销毁的，这是一个漫长的工作。接着，马可带着他和杰克来到停尸房找线索。死者没有任何规律，男女老少各种肤色，唯一相同的就是一枪毙命，枪法极准，显然受过军方的专业训练。正当三人一筹莫展之时，忽然传来信息说凶手找到了，三人急匆匆地赶往抓捕地点。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特警全已到位。反恐部门的头弗兰克向马克介绍，凶手是个男孩，四处散播着恐怖言论。马克和艾莉诺已经确认这根本不是凶手，顶多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熊孩子。这时，空中飞过的直升飞机正在向全国现场直播。马克追问是否确认他有武器，弗兰克避而不答，显然他也无法确定。艾莉诺则认为男孩住在这个房间里，他并不是进去杀人的，这直接把弗兰克激怒了。马克赶紧让艾莉诺近身。这时破门突袭开始，男孩砸碎了玻璃，艾莉诺发现不妙，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男孩跳楼自杀了。最终特警也没有在房间里发现任何武器。马克愤怒地隶属着这次鲁莽行动的错误。坐在一边的州长秘书却认为这次行动并没有错，因为一直拖着不结案会影响一个90亿元的天然气投资项目。马克反怼道，那就把这个理由说给这个男孩的母亲听，看他能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的死是为了换取一个90亿的天然气项目的投资信心。说完转身而去。回到警局的三人马不停蹄地开始调查爆炸公寓的粉刷工，但是三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据，而且不符合凶手的特征，这条线索陷入了僵局。艾莉诺依然锲而不舍地继续排查着录像，直到天黑。化验室送来了马桶的检测报告，报告里的尿液检测显示缺铁，艾莉诺因此判断凶手是个素食者，随后便拿着去整理复印。这时马克冲了进来，讨要化验室的资料，并言语刻薄的带有侮辱的指责艾莉诺，一个没读过大学的巡警至少应该知道这么重要的资料应该第一时间上交。艾莉诺突然对马克感到失望至极。大雪纷飞的夜晚，艾莉诺下班独自行走在回家的路上，马克突然开车追上来向她道歉，并邀请她晚餐，还说要和她谈谈，这让艾莉诺警惕起来。她马上表示自己不会为了工作陪任何人睡觉。马可赶紧辩解道，不是这个意思，而且自己已经结婚了。在车上，两个人像朋友一样聊起来。马克要处理的不仅仅是棘手的案子，还有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派系斗争。在这个庞大腐败的机构里面，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绞尽脑汁。一个身处权力漩涡中的底层探长如履薄冰的破案，成功了功是上司的，失败了锅都是自己的。艾莉诺安慰道，
他们根本就不希望马克成功破案，但问题是他们自己又没有能力破案。马克惨然一笑。艾莉诺接着认为那个抱孩子的粉刷工比较可疑，马克马上就答应安排人继续监视此人，艾莉诺可以继续追踪。说起婚姻，马克和嘉文是一对同性恋夫妻，感情很好，但两人对于文明的定义显然有很大的分歧。嘉文对民主制度比较悲观，认为他在遏制人性和资本的贪婪方面还需要更完善才行。马克则觉得适者生存，两人虽然有分歧，但两人之间的真爱也溢于言表，这让艾莉诺感到很温暖。晚餐后的马克说自己生气并不是因为化验单报告，而是因为艾莉诺隐瞒了报考 FBI 失败的经历。报告中艾莉诺的心理评估没有通过，里面赫然写着好斗、吸毒、反社会，这些都是罪犯的特征。马克的好奇对艾莉诺来说却是痛苦的回忆。在马克的追问下，他不愿又不得不提起，还只是少女的自己从12岁就失学了，开始独自在社会底层挣扎，做过很多工作，居无定所，吸毒，疲于奔命的生活让他无法继续学业。马可问为何要选择当警察，艾莉诺伸出伤痕累累的双手说，为了寻求保护。当一个人试着去救赎别人时，也是在救赎自己。马可不理解，既然艾莉诺那么想进 FBI， 为何不在心理试卷上撒谎？艾莉诺表示自己希望做真实的自己，哪怕这个真实让人讨厌，但这一切坦诚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共情和安慰。马克毫不掩饰地告诉艾莉诺，他正是看中了艾莉诺的这些经历，这些与凶手相似的人格特征才重用艾莉诺。言下之意，他并不是看中艾莉诺的才华，更不是给他一个机会帮助他，只是在利用他那段不堪的痛苦经历，让他从中找出凶手的动机和行为方式，甚至根本不在乎这会给艾莉诺带来何种伤害。这番谈话仿佛把艾莉诺推回令人窒息的经历中，在底层挣扎过的人都明白，最痛苦的不仅仅是来自温饱的折磨，而是被恶意、怀疑、欺凌、利用等冷漠负面包围的黑暗环境中举步维艰。对于好不容易挣脱的人来说，回顾这一切等于重撕伤口，但艾莉诺似乎别无选择。敞亮的商场里，顾客冷漠地走过正在热情推销的销售员，孩子的哭声中，大家平静地购着物。一个试衣的男子丢了换下的衣服，洗手间里洗澡的流浪汉引人不适，被举报给了商场保安。接着，流浪汉就在用餐区挑拣着别人吃剩的菜叶子，旁边的顾客冷漠地出言侮辱。保安赶了过来，喊住流浪汉，试图检查他的背包。流浪汉表示自己只想离开，但保安依然要检查他的包。突然，枪声四起。正在调查枪店的艾莉诺电话响了起来。他赶到烟尘弥漫的商场，眼前一片狼藉。在商场的监控中，艾莉诺拼凑出凶手的动机行动。他并不是来杀人的，只是来寻找吃的和干净的衣服，然后洗个澡。面对满满的恶意，他以冷漠的屠杀反击。可惜，凶手换衣服的洗手间被打扫过，带有他指纹和 DNA 的衣服被清理到了垃圾回收站。这次突发案件让马可无可避免地面临要被解职的风险。他把艾莉诺送上车，要求他无论如何查下去，自己去面对来自机构的甩锅和调查。临走时，艾莉诺依然不忘安慰马克，并给予支持，全然不顾马克对自己只是利用。接下来，艾莉诺面对的就是一座垃圾山，在里面寻找凶手换下的衣物，简直是大海捞针。马克则被指责无能，反恐部门的弗兰克提出要把凶手录像发到电视台众筹线索，马克强烈的反对，这除了能引来更多的麻烦外毫无用处。但州长秘书也在旁边支持弗兰克，马克的上司接受了弗兰克的提议。这时，艾莉诺已经找到了凶手换下的衣服，但这也无法阻止这个愚蠢的决定。电视台播出了录像，热线被各式各样的垃圾信息掩埋。找到的衣服化验报告很快出来了，凶手鞋子上沾有木屑和油漆残迹，这引起了艾莉诺的注意。她想起了那个抱孩子的油漆工，对衣服上头发的检测显示，此人头部受过外伤。艾莉诺默默地记了下来。
这时，一个异端的声音在电话中响起，所有人开始注意电视直播。主持人尽量保持冷静地应答。来自电话那头是一个阴冷的声音，他在宣扬着极端的思想，充满种族歧视、极端民族主义、阶级仇恨，3句不离杀戮和人身威胁，甚至信誓旦旦地说正在组织一支部队来对抗政府。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他通话的地区、车牌号，以及通报了嫌疑犯的名字。此人是民兵组织成员。一行人坐上直升飞机赶往目标地点。艾莉诺提示马克，真凶是个独行侠，不可能参加什么民兵组织。马克听到了，但他却无法停止行动，因为这是上级的命令。艾莉诺质问，难道知道是错的也要执行吗？马克无可奈何地表示只能委曲求全。艾莉诺刚想反驳，就被马克大声呵斥住了。目标地点在一个超市，嫌疑人一行正在里面购物。艾莉诺等人先后进入超市，把无关人员偷偷带离。可运气不好，当最后剩下一个老头时，耳背的老头大声地暴露了艾莉诺的身份，引起了嫌疑人的注意。双方拔枪对峙。最终又造成了3死1伤。嫌疑人被抓获，果然再次确认抓错了人。